美军抓捕行动如入无人之境，为国苏30为何未起飞？实弹镇压下的伊朗街头已成战场，前线焦灼不下，俄军渗透失败，乌军逐步收网。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事，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最近，美军特种部队出现在委内瑞拉首都，加勒比海风暴般抓获了总统马杜罗。整个行动过程之快、之顺利，几乎让人难以置信。耐人寻味的是，委内瑞拉明明装备有俄制苏30等主力战机，但在美军行动发生的当晚，这支空军却几乎完全没有现身。军事媒体 Breaking Defense 分析指出，这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次临场判断失误，而是马杜罗政权长期削弱自身军力，加上美军以高维度作战体系实施压制，双重因素叠加后的结果。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委内瑞拉空军当晚几乎完全没有动作？阿根廷智库 CRIS 主席庞特指出，其实委国空军当时心里很清楚一件事，一旦升空拦截，几乎等同于送死，很可能会被美军第一时间击落。所以他们最终选择了4个字：避战保机。但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技术，而是人。长期以来，马杜罗对军方，尤其是空军，始终高度不信任。出于对政变的恐惧，他不断进行政治清洗，结果就是一批最有经验、最能打的飞行员，要么被边缘化，要么入狱，要么干脆离开部队。现在留下来的多是年龄偏大的飞行员，再加上零件短缺、训练经费不足，能真正执行作战任务的飞机少得可怜。庞特估算，整个委内瑞拉空军可能只剩下大约6架单座战机与12架苏30具有飞行能力，而且挂载武器也非常有限。一名退役的哥伦比亚空军上校冈萨雷斯说得更直白，现在的委国空军最大的问题不是装备，而是士气已经垮了，根本没有战斗意志。但即便内部问题这么严重，外部压力同样致命。行动当晚，美军展现出的并不只是特种部队的执行力，而是压倒性的科技优势。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后来透露，美军当时同时动用了太空司令部和网站司令部的力量，通过电子战和网络攻击，直接瘫痪了委内瑞拉的预警和通讯系统。结果就是雷达看不见，通讯连不上，委国空军根本收不到任何有效警报，更别说掌握美军直升机的行踪。而美军直升机则采取了超低空战术，贴着海面飞行，高度只有大约100英尺，也就是30米左右，几乎完全避开雷达搜索。等到美军特种部队已经降落在马杜罗官邸时，委国的战机可能连发动机都还没来得及启动。更关键的是，美军并非只靠隐身渗透，行动中美军还对委内瑞拉的防空系统进行了精准打击。网络上流传的画面显示，卡拉卡斯附近的一套俄制 Bukam-2E 防空导弹系统很可能在行动中被摧毁。虽然事后确实出现过苏30在空中飞行的画面，但那已经是马杜罗被带走之后的事情，只能算是象征性露面。整场行动最终证明，一支被政治恐惧掏空的军队，在现代化联合作战体系面前，只能沦为昂贵的摆设。值得注意的是，在突袭过程中，传美军动用了一种可引发头痛、流鼻血及呕吐等症状的特殊装备，使委内瑞拉守备部队几乎无法组织有效抵抗。相关分析认为，这种情况或与定向能量武器有关，其特点是在不易察觉的情况下削弱对方的反击能力。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于10日在社交平台 X 上分享了一份来自委内瑞拉守卫的证词。该名守卫称，美军当时动用了某种音波武器，使他感觉头部旁幅从内部被撕裂。随后，他与其他守卫相继出现流鼻血的情况，甚至有人吐血。根据这名守卫的说法，美军行动当晚一切来得非常突然。他们执勤时没有收到任何警报，雷达系统几乎是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同时关闭。紧接着，他看到大量无人机在阵地上空活动，随后大约8架直升机迅速逼近，从直升机上降下约20名美军士兵。这名守卫形容，这些士兵的装备科技水准极其先进，完全不像他们过去接触过的任何对手。
他说，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宛如屠杀，尽管他们人数多达数百，但面对美军时却毫无胜算。美军射击速度快，精准度高，他们手中的武器几乎起不到作用。这名守卫回忆，在战斗过程中，美军在某个时间发射了某种特殊装置，像是某种极其强烈的声波。他说，那一刻，我感觉脑袋像是从里面爆开一样。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流鼻血，有些人甚至吐血。我们倒在地上，完全动不了。这名守卫表示，那约20名美军士兵在几乎没有任何伤亡的情况下，击溃了人数多达数百人的守备力量。他直言，伪方完全无法与美军所展现出的科技与武器水平抗衡，并称自己从未见过类似的作战方式。在他描述中，声波武器的影响让许多人连站立都变得困难。这名守卫也坦诚，这次经历让他对美国的军事实力产生强烈震撼，并警告那些以为能够与美国正面对抗的人，并不了解真正的差距。他表示，亲眼目睹这一切后，已不愿再站在美国的对立面。白宫新闻秘书里维特在社交平台 X 上分享这份守卫证词时称，停下你正在做的事，读一读这个。不过，白宫方面并未对该证词的真实性进行核实。从技术特征来看，有专家认为，这些现象与美军研发已久的长程指向性声波装置 LRAD 以及次声波共振器存在一定相似之处。次声波的特点是人耳几乎听不到，但可能引发身体不适，甚至产生强烈的心理压迫感。当然，定向能量武器并不只限于声波。实际上，这个概念涵盖的范围很广，还包括高能雷射、高能微波等技术。前者已经被用于拦截空中目标，后者则擅长瘫痪电子设备，甚至让无人机瞬间失去控制。一位前美国情报人士透露，美军多年来一直拥有定向能量武器，利用微波或雷射光速等方式集中能量，对目标实施打击。不过，如果相关说法属实，这可能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种武器，而类似技术理论上可能引发出血、行动受限、疼痛或灼热等生理反应。然而，马杜罗被抓过程中，委内瑞拉空军的表现也让外界联想到中共军队。习近平上台后，不断对中共军队进行大清洗，而且中共军队内部贪腐，中共根子已经烂透了。就连习近平本人都曾表示，中共军队的最大短板、最大弱项就是在能打仗、打胜仗方面存在的问题。那么，如果川普针对中共高层动手的话，中共军队是否也像美国军队一样？马杜罗被抓后，让中共大感震惊，同时引起外界讨论。美国资深国家安全记者比尔·戈尔茨 （Bill Gertz） 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一旦中共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美方过去针对伊朗将领苏莱曼尼所实施的无人机斩首式打击模式，未来不排除在北京被复制。潜在目标甚至可能涵盖包括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内的政治局常委。在社交平台，也有网民表示欢迎川普来抓中共独裁者，解放14亿中国人。伊朗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目前已蔓延到全国各地185个城市。10日晚间，有150万至185万伊朗民众走上街头，在全国31个省份的180多个城市的512个地点，抗议人群与安全部队发生了激烈冲突。那么，哈梅内伊会不会被推翻呢？美国会不会出手呢？下面我们和大家先来观看几个民众抗议画面。视频显示，伊朗德黑兰民众正在烧毁政府大楼，怒火在首都燃烧。成千上万的民众如潮水般汹涌，看着熊熊燃烧的火焰，他们热烈鼓掌，并呼喊着口号。黑压压的游行人群在街头齐声高呼“国王万岁 ，Long live the Shah”。画面显示，抗议者烧毁了政府大楼上的霍梅尼和哈梅内伊的肖像。抗议者几乎占领了伊朗第2大城市马什哈德，人群汹涌，高呼口号。视频中，一对伊朗情侣牵手迎向枪口，场面震撼人心。有网友表示，如果自由来临，那是他们应得的，祝福他们。据透露，最终军警并未对2人开火，反而选择放下武器。截至1月10日，伊朗全国性的抗议行动已持续整整14天，参与者的构成不断扩大，
从最初的传统集市商贩，逐渐延伸到学生、城市居民，随后连以往极少参与政治运动的偏远地区农民也加入其中。抗议诉求也发生明显转变，从对经济困境和生活压力的不满，升级为公开挑战神权统治本身。在多个城市，抗议者焚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拆毁象征神权体制的雕塑、建筑与纪念碑，并高喊针对哈梅内伊的激烈口号，显示运动已进入高度政治化阶段。自1月8日起，安全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始对抗议活动进行全面镇压。1月9日，社交平台上大量流出冲突与交火画面。继断网之后，当局在10日进一步实施大范围停电，但抗议人群并未因此退却，反而持续走上街头。令伊朗当局格外警惕的是，本轮抗议的核心力量来自两大体制支柱：传统集市商贩与农民。哈梅内伊曾公开表示，商贩阶层历来是伊斯兰共和国最忠诚的群体之一，也是体制的直接受益者，而农民在历次抗议中通常保持中立，如今的加入被视为社会稳定基础出现松动的重要信号。总部位于英国的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10日援引知情人士与初步评估指出，过去48小时内，全国多地爆发大规模冲突，安全部队动用实弹介入。最保守估计已有约2000人失去生命迹象。报道指称，仅在周五一天，卡拉吉的马丹尼医院接收44具遗体 ，Qim 医院接收36具，北部拉什特一所医院至少接收约70具遗体。南部卡莱塞克地区亦出现大量装袋画面，卡拉吉、法迪斯等地的医院与街头均可见大量倒卧者。多名目击者形容现场如同严重灾难，安全部队对人群进行强力清场。尽管抗议者一度焚烧政府建筑，但难以抵挡武力镇压。自9日晚间起，外出抗议的民众伤亡明显上升。CNN 报道指出，伊朗多地局势极为混乱。法尔斯省设拉子的医生透露，镇压部队瞄准抗议者头颈部位射击。里萨呼罗珊省内沙布尔的一名医生则表示，军警从屋顶向街道上的人群开枪，一家6口路过时遭到波及。曾在德黑兰受教育、现居芝加哥的医生莱桑佩泽什基透露，他从伊朗友人处得知，有医院急诊室内堆放多具遗体，至少30人四肢中弹。德黑兰一家眼科医院则收治了200至300名眼部遭霰弹击中的伤者。尽管美方多次发出警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仍释放出将进一步清剿的信号。德黑兰检察总长阿萨德10日公开威胁称，任何参与抗议者都可能被视为真主的敌人，这是最高可判处死刑的罪名。伊朗国营电视台转述声明指出，即便只是协助暴徒的行为，也将面临相同指控。美国总统川普10日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发文声援伊朗抗议者，称伊朗对自由的渴望前所未见，美国已准备好伸出援手，但未透露具体措施。亲川普阵营的参议员格拉汉则表示，伊朗民众的勇气已引起川普关注，并预测局势正逼近转折点。美国国务院同时发出警告称，不要试探总统川普，他说到做到。此前一天，川普已公开表示，伊朗正陷入严重麻烦，并再次暗示不排除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事实上，自1月8日起，伊朗当局已全面切断全国网际网络与通信，试图阻断抗议信息扩散，并持续动用武力镇压，但抗议者规模并未因此缩小。经核实的视频显示，包括德黑兰在内的多座城市出现大规模集结，人群高喊打倒独裁者、打倒哈梅内伊等口号。值得注意的是，抗议人群涵盖不同年龄与职业阶层。网络画面显示，有示威者爬上街道设施，拆毁并砸毁监控摄像头，引发周围民众欢呼。这些监控设备被指出来自中国公司。早在2022年9月，一名伊朗年轻女性因违反严格着装规定被拘留并死亡，引发全国抗议。人权组织指控，伊朗当局利用中国企业提供的面部识别与监控技术追踪、逮捕示威者。德黑兰警方也曾在国家电视台展示如何通过网络监控系统识别抗议者。中国海关数据显示，自2022年抗议浪潮爆发后，中国对伊朗的监控设备出口明显上升。2023年2月，《华尔街日报》披露，美国政府正考虑对向伊朗安全部队提供监控设备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总部位于天津的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在镇压升级、通信受阻的背景下，抗议并未平息。对此，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指出，把反美作为国策的独裁政权，正一个接一个陷入系统性危机。当政权选择与自由世界与本国人民对立，其结局往往已被历史写定。他指出，从哈马斯、真主党到委内瑞拉、叙利亚、俄罗斯、朝鲜，如今伊朗也正在承受全面压力。这并非外力收割独裁者，而是这些体制长期拒绝自由选举、人权、法治，只能依靠封网、封口、恐吓维持统治的必然结果。石坂明夫最后直言，独裁政权之间并非真正盟友，而是被现代世界抛在身后、彼此抱团取暖的失败者。当内部矛盾持续累积，外部压力不断加剧，崩溃只是时间问题。至于下一个会是谁，答案正变得愈发清晰，就是中国。2026年1月11日，俄乌战争进入第1418天。整体来看，战线依旧拉长，冲突密集，但俄军在多数方向推进受阻，乌军在关键节点展开针对性反击。苏梅方向，俄军继续在苏梅北部活动，但未能撕开乌军防线，战局保持僵持。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试图从北部与米尔诺赫拉德一线实施渗透，但乌军阵地依旧稳固。乌克兰空降军第7军通报，20多名俄军士兵借助恶劣天气发动渗透行动，最终被全数歼灭。此外，乌军第155旅在波克罗夫斯克以南摧毁一支由4轮摩托车和汽车组成的俄军纵队，俄军损失较重。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胡利亚波列及扎波罗热西部多点进攻，但均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发言人维克托·特列古伯夫表示，俄军试图再次穿越已结冰的奥斯基尔河，但由于乌军牢牢控制河岸两侧，行动失败。他指出，俄军短期内难以恢复对库皮扬斯克的大规模攻势。乌军正持续清剿城内残余俄军。不过，1月9日后，俄军对库皮扬斯克城区实施滑翔炸弹空袭，造成一定伤亡。科斯蒂安蒂尼夫卡方向，一辆俄军龟背坦克被乌军第28旅击毁，俄军攻势受挫，乌军随后展开战术性反击。哈尔科夫及南北多线，在哈尔科夫、博罗瓦、斯拉维扬斯、奥列克桑德里夫卡、西维尔斯克与赫尔松等方向，俄军持续进攻，但整体未现明显成果。利曼莱曼战场，该区域依旧呈现拉锯态势，双方在不同地段各有小幅推进。北部，俄军沿林带推进，占领部分郊区农业建筑。南部，乌军夺回莱曼第2学校，并继续向东穿越林区推进。同时，乌军还重新控制了莱曼最东端马斯利亚基夫卡区约一半区域。目前，双方仍在争夺该区东部街道。过去24小时内，乌军新控制面积约 4.33 平方公里，俄军约 4.03 平方公里。康斯坦丁尼夫卡方向，部分俄军已突入城区，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战况尚不明朗。乌军局部反攻成果，乌军突击队在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方向解放卡查普村和奥列斯托波尔村，渗透至该地区的俄军被全部歼灭。在波克罗夫斯克西北谢尔巴科娃村附近，乌军击溃俄军突击分队，夺回此前失守阵地。此外，在克里斯蒂安尼夫卡后方，乌军解放马尔科沃与明科夫卡大部地区，收复约 5.2 平方公里土地。总体判断，当前战局仍以消耗与拉锯为主，俄军多线施压但突破有限，乌军则通过稳守要点与局部反击，不断压缩俄军渗透空间。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